我重生了，带着1亿彩票奖金，回到了极热地狱降临的1个月前。上一世我蠢得无可救药，拿着巨款去扫荡奢侈品店，囤了一堆在末世连烧火都嫌臭的垃圾。当气温突破60度，水比金贵，那次我没撑过1个月就成了干尸，从皮肤表层那仿佛被火燎过的剧痛感还没有完全褪去，我头痛欲裂，下意识扶住了身边那只伸过来的手。不成想却被对方一把甩开。陆小小，你发什么愣啊？这套别墅你到底买不买？我都跟人家销售说好了。循着声音，我抬头看去，对上月月那张脸。月月，我最好的大学舍友，也是我掏心掏肺养了4年的好闺蜜。在得知我中了彩票之后，她理直气壮地要求我全款送她一套带泳池的别墅，美其名曰以后我们住一起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你负责赚钱养家。上一世为了所谓的姐妹情深，我咬咬牙买了。跟她住在一起后，我更是过上了保姆生活。末世降临，她哄我顶着50度的高温出去找水，得知我什么也没找到，甚至连门也不愿意开，生怕开门那一瞬间冷气跑了，热浪涌进来，我就那样活活被晒死在了门外。临死前还听见她在屋里抱怨：怎么死门口了，臭了还得我收拾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凉爽的空气灌入肺腑，我站起身，没理会月月，直接问售楼小姐：有远离市区的别墅吗？最好是带地下室，水源独立的。末世高温与干旱的可怕我是领略过的，重新活一世，我绝不能像上辈子那样挥霍，我一定要疯狂囤水、囤冰，改造隔热层，建造一个能抵御70度高温的安全屋，在烈日炙烤下活下来。售楼小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小姐，我们这里是市中心的豪华别墅楼盘，没有您说的那种乡下房子。说完，她不再理我，转头去招待别人。我没争辩，转身就往外走。陆小小，你不买别装行吗？这样很丢脸。月月追出来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。你都中了1个亿了，送我一套1000多万的房子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要有福同享吗？我一把推开他。不给你买房你觉得丢脸，想吸血怎么没觉得丢脸？月月愣住了，似乎没料到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我敢反抗。是你自己说要养我的，陆小小，你是不是想赖账？那我现在不想养了，你滚吧。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说罢，我不再理会月月在身后的尖叫与咒骂，出门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车门关上的瞬间，隔绝了外面的喧嚣。我看着窗外此时还算温和的阳光，心中已经在盘算，只有1个月了，这一次我要看着那些曾经吸我血的人，在烈日下跪着求我给一口水喝。刚到家，我就开始盘算安全屋的选址。城市人口密度太大，热岛效应严重，一旦断水断电，简直就是个大蒸笼，不合适。农村虽然偏远，但人口也不算少，村子一户挨一户，若是水源枯竭，大家为了抢一口水能拼命，买下来也不安全，便宜又远，还得面积大。养殖场，我灵机一动，养殖场不仅远离市区，通常都配有独立的深水井，还可以养一些耐热的牲畜，简直是最好的选择。说干就干，我开车去了距市区100多公里的养殖场基地。中介听完我的要求，纷纷摇头，觉得我这种富家女是来体验生活的。绝望之际，一个大哥走到我身边：妹子，我有个闲置的养殖场，就是远点，但在山沟里，凉快。我眼前一亮，当即拉上大哥，开车去了他说的地方。那里道路崎岖，几乎是四面环山，植被茂密，确实比市区要凉爽几度。养殖场是一个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大院子，外墙是水泥墙，内部分为2部分，前半部是牛、猪、羊3个棚区，牲畜不多，只有2头奶牛、3头肉牛、4头羊和8头猪，占地面积并不大。后半部分左边是一个大型菜地和一个化粪池，右边半部分有个大型鸡鸭棚，还有一个大仓库以及连通在一起的小2层自建房。最让我满意的是，院子角落里有一口老式的压水井。大哥说这下面连着地下暗河，水从来没干过，这在极热末世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整体来看我很满意，便开始跟大哥研究价格。大哥看了看我的穿搭，试探性的比划了个3的手势。我故作沉思，讨价还价后，我以250万的价格购买了这个养殖场。大哥怕我反悔，当天就跟我去办了过户。看看时间才晚上5点，我直接打车去最近的冰淇淋火锅店胡吃海喝一顿才回家。养殖场很简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改，但我有钱，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来办吧。第2天，我来到了本市最大的建筑公司，加钱预约了设计师跟我来到养殖场。我要把养殖场改成一座清凉堡垒，钱不是问题，设计师交图纸是3天后了。我也没闲着，租了一辆大卡车，买了公寓制冰机、超大容量蓄电池、防暑药品、水、种子、耐高温压缩饼干等物资，搬到了养殖场的仓库里。建筑公司开出2000万的价格，可以全包养殖堡垒的修缮，工期最快也要3个多月。我把价格提到4000万，要求他把工期缩短，24小时轮班工作，必须在1个月内竣工。动工的第1天，我就给老家的父母打了电话，以想他们为借口，让他们过来看看我。第2天的晚上，我接到了爸妈，斟酌再三，我没有隐瞒，跟他们说了我的重生和极热末世即将来临。父母见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当即沉思起来。爸妈，你们相信我吧？我恳求道。我爸叹了口气：闺女，你受苦了。我的眼眶也湿润了，上一世被活活晒死，可死的感觉仍然让我心有余悸。
但我没时间伤心。我把计划讲给他们，又给我爸看了采买清单。我爸皱了皱眉，把我的清单划掉，重新列了一份：500桶纯净水，500袋大米，大量藿香正气水、补液盐、电解质饮料、防晒霜、猪饲料1万斤，耐旱牧草3万斤，大功率柴油发电机2台，柴油20吨。爸，装得下吗？我疑惑。水和燃油必须要多，高温下人和牲畜的饮水需求巨大，空调更是吞油兽，热死也不行。我看了下这个图纸，让建筑队把尽头这墙砸掉，扩建一个更大的隔热仓库出来，专门放水罐和油桶。说罢，我爸带着我们娘俩出门直奔仓储超市。爸，我们要这么着急吗？我爸没搭理我，车开得更快了。我们直接找到仓储经理，我给了他一张卡，把要的物资清单给他，并且写了地址，要求工人装好立刻送上门。经理接过卡，点头哈腰，连忙招呼工人工作。看着工人快速搬运成箱的矿泉水和压缩饼干，我们又驱车去了养殖场，顺便又买了5000斤耐旱牧草。动工第2天，装修工人把大棚外部的破旧木板拆除，换上了加厚的隔热板。养殖场看着比原来还奇怪。我爸接过设计图，粗略扫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。这里，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，化粪池，这里不要推平，改成沼气系统。沼气可以用来发电，极热天气下，沼气发酵快，产气量大，能帮我们省下不少空调电费。房间不装修，除了承重墙，全打了，改仓库，让建筑公司把一层最角落挖开，修一个超大地下避暑室。高温地面居住不现实，我心领神会。地下深处自带恒温，那是天然的空调房。我连忙打电话给负责人，又打了1000万过去，说了下新要求，还让他们再加1倍工人，必须尽快完工。钱给的够多，我成了他们的最大客户，他们派来的工人更多了。打深水井，扩张仓库，造地下避暑室，修建隔热大棚。1天时间，养殖场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最显著的还是地下避暑室，其实就是一层新的占据600多平方米的地下一层，只不过所有墙体都做了防水防潮处理，甚至还加装了独立的新风系统。我们也没闲着，昼夜搬运牧草饲料和食材若干到养殖场，这也引起了工人的疑惑。老板，你们做这么多隔热措施干什么？还有这牛羊用不了这么多水和饲料吧？我爸说道。未来要扩张的，先围好。工人点点头，继续干活。这天，我接到了不速之客月月的电话。陆小小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赶紧给我转10万，我看中了一个包。还有，我不计较你不给我买房的事了，你回来给我道个歉就行。因为我开的是免提，我爸妈也能听见月月说话，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。你做梦还没醒啊？我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不就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吗？只要你把钱分我一半，我就原谅你之前的无理取闹。你凭什么觉得你值钱呢？我直接挂断电话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怎么可能死得那么惨？时间来到第7天，在工人们的24小时连轴转工作下，地下避暑室全部修缮完毕。养殖场外部临时搭建了很多工人的休息棚，为了赶这份工期，他们甚至把场外一片空地推平了，改成了临时的遮阳休息区。养殖堡垒外部也完工了。就算前主人来了，都不可能看出这是原来简陋的大棚。整个建筑外墙涂满了银白色的反光隔热涂料。我爸考虑到极热天气下堡垒通风管道有可能被热浪侵袭，于是把每个通风口都加装了水冷降温装置。仓库被草料堆得满满当当。粗略计算，牧草大概有5万斤。考虑到牲畜的饮水需求庞大，我另有打算，网购了仓储置物架若干，让工人把人用物资全部搬到了地下避暑室中。堡垒顶端安装了特种防紫外线镀膜玻璃，墙体特意加装了6层航天级隔热板，厚度惊人。其实要不是全屋做真空隔热成本太高，我真想把堡垒内胆也都换成太空舱材质的。这天，我爸搞来了3套防护服，材质很奇怪，银光闪闪的。爸，这是什么衣服？这是耐高温消防隔热服改良版的。我爸不紧不慢开口，耐热耐火，可抵御几百度的高温辐射。或许我们可以实现极热末世户外行动。谁想在外面行走啊？那还不烤熟了？老爸笑而不语。因为在深山老林里，大兴土木倒是没引起注意。时间流逝，养殖场愈发完善，我特意在堡垒各处装了耐高温摄像头，便于记录牲畜情况。在这期间，月月隔3差5就给我发消息打电话，我不堪其扰，给他拉黑了。半个多月后，养殖场直接升级成避暑堡垒，最别有洞天的还是地下避暑室。我后来又给施工队加了钱，将地下的面积挖到了1000平。最前端是一个占地50多平方米的巨大制冷机房，这也是连通整个养殖堡垒的中央空调与水循环降温系统核心。紧挨着的50平是我们的居住区，砌了隔热墙，外包部分打上钢针，砌好水泥刷了大白，改造成了2间恒温屋子。后面的900平我买了大量仓储超市用的那种4层大置物架，让工人按照要求搬运到指定地方，看着整齐无比。按物品类型分区，有酒水饮料、零食、泡面速食区、火锅底料区、主食区、日用品区等区域。空余位置放了电热锅、制冰机、冷风扇等用品，以及20个大型冰柜。冰柜里面储存了满满当当的新鲜肉类，各类海鲜应有尽有，还有整整5冰柜的食用冰块。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一直都不会宰杀牲畜，毕竟都是无限可利用资源。距离末世仅剩1个星期，
地上还有些可利用的地方。我们决定最后出一趟门去采买物资。回家时路过一家狗肉馆，我和我爸不想多停留，但我妈非得拽着我俩过去。店门口的铁笼子里关着一只巨大的阿拉斯加，浑身毛发打结。在这个已经有些闷热的天气里，它吐着舌头剧烈喘息，眼神涣散地趴在滚烫的铁皮上。面临他的会是什么不言而喻。我们不忍，给了老板2000块钱，把他带走了。阿拉斯加很通人性，或许知道我们救了他，喝了一大瓶水后，一直摇着尾巴在我们身边打转，也不坐在车座上，安安静静趴在过道最凉快的地方。我给他取名乖乖，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名字。家里有了一个新成员，我们调转车头开往宠物医院，给他做了一个全身检查。乖乖除了有些轻微中暑和脱水没什么疾病，但是她怀孕了。我们又让宠物医院给她剃了脚底毛和肚子毛散热，还洗了个澡。过程中我们跑了3家宠物店，大手一挥，把所有的狗粮、降温冰垫、宠物专用饮水机都买下才罢休。回到堡垒已是晚上9点。今天之后，我们的活动范围将在堡垒里蜗居了5天。末世前期的异常天气也逐渐显露，先是连绵阴雨，气温骤降到10几度，引得无数网友热议倒春寒。也有人在网上发布极端天气预警的言论，被官方以造成恐慌情绪原因很快删除。一些人开始疯狂抢购羽绒服和取暖器，冬季用品价格瞬间暴涨。再然后，毫无预兆的，太阳仿佛疯了一样，无端的气温升高，全国各地平均气温直逼45度，南方部分地区突破55度、60度大关，马路上的沥青都被晒化了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。之前那些囤冬季用品的人傻眼了，羽绒服、棉被瞬间变成了废品，而空调、冷饮、冰激凌、防晒霜等价格飙升，一瓶矿泉水甚至被炒到了50块。由于全国气温急剧升高，各个地区分别进入紧急限电状态，更有一些地区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因为轮胎会爆胎。全国民众在这场高热中苦不堪言，而我们一家3口躲在冬暖夏凉的地下避暑室里，吃着冰镇西瓜和烤肉，美滋滋的玩手机、看电影。高热持续了3天，不断有人晕倒在路边，被热浪吞噬。市里的医院人满为患，中暑、热射病患者占据了各个病房，走廊里都躺满了等着输液降温的人。养殖堡垒的中央空调也连续开了3天，外面的气温高得要命，本来就隔热保温的堡垒，现在像个巨大的保温箱，把冷气牢牢锁在里面。虽然这片山区最高气温也才46度，但仅仅是46度，动物就已经有些受不了了。幸好老爸有先见之明，在听我说了有持续高温之后，果断给牲畜棚加装了强力冷风机和自动喷淋降温系统，不然这些个牲畜一定会被活活热死。国家果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，呼吁人民群众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，都待在家里等高温过去。网友已经讨论疯了，有人说这是太阳黑子爆发，有人说这是高温末世，所有人都会被晒死在这场浩劫里。一时之间人心惶惶，各市政府也迅速安排了志愿者为每个小区送水和冰块，电力工人顶着烈日紧急抢修，24小时在岗防止城市电网过载烧毁。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持续了1个星期，气温稍微回落了几度，但空气依然燥热的让人窒息。政府也下令恢复了部分夜间车辆来往。在这场持续了1个星期的高温中，全国死亡人数高达126万。其中人民工作者的死亡人数高达67万，大部分是死于热射病。终于来了，就是这场超级太阳耀斑爆发之后，真正的极热干旱末世彻底到来。这1个星期的网上冲浪让我感触良多，我看到了数不清的工人、警察、特警死在高温抢修和维稳的一线之中，国家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每一个公民。可是天灾面前，人类是多么的渺小，这才仅仅1个星期啊！死亡人数高达100万。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在网络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关于极热末世的分享帖。现在已经来不及让他们去建设地下安全屋了，只能让大家尽可能的囤积水源，制作简易蒸馏装置，寻找避光地下室以及储备耐热食物。帖子发出很快被顶了上去，很多人在下面留言，已经按照博主的分享开始囤水了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看着绝大部分网友都还理智，我也有些欣慰。希望我这微薄的帮助能让更多的人尽可能的活下来吧。也是这天，我收到了另一个本地电话，没多想我接了起来。喂，你好，陆小小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极端天气了？听着电话那头月月气急败坏的尖叫声，我掏了掏耳朵，把电话拿远了些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哦。我装傻？你别装傻，那天你在售楼处非要买偏远的大院子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你那么爱享受的人，有钱为什么要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？现在一想，全都联系起来了，你肯定早就知道会有高温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冷笑。你只要让我搬过去，我就不计较你之前的态度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就还是好闺蜜，怎么样？陆小小，只不过是高温而已，我家也只是缺了点水。你为什么这么想搬过去？我故作疑问。少废话了，我一个富二代备胎都发动态了，他们已经提前接到消息，准备去北欧避暑了。你别想蒙我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具体在哪，但我找人查了你的购房记录，天灾不断，人都是被逼急了的。你也不想我把你的地址和囤货清单曝光出去，让那些暴徒都去围攻你吧？我沉默了，和父母对视一眼，老爸点点头。我瞬间明白了老爸的意思，故作害怕。月月，你不要说出去，这间房子本身我就是想跟你一起住的，想给你个惊喜而已。谁让你之前对我那么凶，今晚趁着夜里凉快，你就过来吧。
哼，算你识相。末世之下，我们姐妹俩相互扶持，我也会原谅你的。挂断电话，我的脸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。老爸说道：“你教的这都是些什么人？”我不敢吱声。你说孩子干什么？咱们家孩子本来就重感情，别吓到他了。我妈拽住我爸的耳朵，我把月月拉出黑名单，给他发了定位。这一晚我们睡得都不是很安稳，真希望这太阳明天能更毒辣一些。堡垒位置四面环山，而为了更好的避暑，堡垒就建在背阴的山坳里。入山口我爸观察过，植被已经枯黄，一旦太阳出来，那里就是毫无遮挡的暴晒区。只要高温再持续2-3天，就算他月月有通天之能，也没办法在白天活着走到养殖场。不行，走到养殖场更是不现实。先不说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热浪，滚烫的山路也不是月月那种娇滴滴的人能忍受得了的。一番自我安慰之后，我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太阳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，不减反增，天像是漏了一个洞一般。不过漏下来的不是雨水，而是滚烫的火油。狂风呼啸，那是足以灼伤皮肤的热浪，烘烤着大地。热势很大，我们一家悬着的心也逐渐放下来。山口应该已经被高温封锁，无论是月月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抵达养殖场。我们现在算是和城市与世隔绝。说谁谁到，月月突然发来消息，让我本来放下的心重新悬了起来。我已经到半山腰了，估计再有个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小小，快给我准备冰水，我要热死了！别忘了给我开门。我把手机递到爸妈面前，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心中突然有了另一个想法。既然月月已经来了，那我就只能让他有来无回。末世之下，先杀圣母，谁想阻止我们一家活下去，谁就先上路。月月估计的时间很准，我在热浪中全副武装地撑着房子外线伞，汗水瞬间湿透了我的衣衫。月月更是狼狈，他居然是徒步走上来的。面对我震惊的目光，月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看什么看？赶紧带我进去，我要喝水。爸妈提前躲进了地下避暑室，避暑室特意做的隐藏设计派上了用场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位置，没人会发现地下别有洞天。我带他走进堡垒，看着月月嫌弃的表情，我努力克制嘴角上扬。我们以后就一起住在这里了。你让我住这儿？月月看着只有一张凉席的地上，这里面怎么一股骚味儿，而且也没多凉快啊。这里背阴，比外面凉快多了。我住堡垒外的铁皮房就可以。说完我就要走。等等，月月拽住我的手臂，眼珠一转。你住哪里？我怯生生地指了指外面之前工人临时搭建的铁皮工具房。月月眼珠一转，换了个表情。小小，这留给你住吧，我在铁皮房委屈一下就行。我心下一喜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表面上按兵不动。那好吧，但是你不要吃那里面的食物哈，我们只有那些食物了。随后我带他来到了铁皮房里。铁皮房简陋无比，四面透风，虽然能遮挡阳光，但在40多度的高温下，这里就像个巨大的烤箱。月月看着堆在角落里的几箱物资，露出贪婪的表情。我帮月月放下行李箱，他露出厌恶的目光。你离我远点，一身的汗臭味。月月，我帮你把衣服洗洗。我依旧保持着害怕的表情。月月考虑到我一个只会听话的软包子，也不可能耍什么花招，放心点头。等等，我僵硬转身，露出一抹微笑。怎么了，月月？把我手机给我，我要充电。我心下一沉，把手机递给月月后，抱着衣服挪出铁皮房，回到养殖堡垒。父母早就等在门口。没拿到。我摇头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搬了些物资给他，就是为了让他在极热末世前期不要作妖。现在他也来了这里，一定不会把住址曝光。接下来，我把大棚门反锁，对标防弹级别的安全门，坦克都要费劲炸开，不从里面打开，月月这辈子都没机会进来了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躲回地下避暑室，外面热浪滚滚，我们却很心安。上辈子月月的账，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他百倍奉还。上辈子死前没能确定父母的安全，也是我最大的遗憾。这辈子我一定要带着爸妈在极热末世苟活下来。临睡前刷手机，关于高温的新闻铺天盖地。国家中部盆地城市干旱特别严重，路面已经开裂。高原地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紫外线更强，很多盆地城市的人们都在举家搬迁避难。国家紧急召集了一批临时工，挖掘地下避难所。高温下施工难度巨大，经常有工人中暑晕倒，进程十分缓慢。高温烤干庄稼，今年的收成堪忧，农民生计也成了问题。大家都在祈祷这场热浪早点结束，而我知道这场高温还会持续很久。半个月后面临的才是真正的烈雨降临。第二天一早，高温愈演愈烈，我抱着根本没洗的衣服跑到月月的门口，使劲敲门。月月开门。我满脸通红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月月不耐烦道：干什么？热死我了！我来还你衣服，顺便要一瓶水，我还没喝水。象征性摸了摸干瘪的喉咙，我把衣服递给月月。拿走，拿走，这衣服都馊了，水没有，我自己都不够喝。月月一脸嫌弃，就要关门。月月，我的水。我焦急扶住门把手，滚开！月月一下子把我推倒在滚烫的地面上。以后没事别再来敲我的门，渴了你就去喝牲畜的尿啊，不是还有井吗？自己打水不就能喝？还不等我接话，月月狠狠把门关上。我狼狈地回到堡垒。老爸赶紧给我递过来一杯冰镇绿豆汤。闺女，咱们直接不管他不行吗？我说道。他毕竟是个成年人，而且我不找他要食物，他会怀疑的。他把那些存粮吃完，真正的极热末世也来临了，我们就不怕他威胁了。时间过了2个星期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每天我都会去月月门前转转。开始他还骂2句，后来连声都懒得出了。一觉醒来，我抬头看了看监控，
今天的天空格外的白，刺眼的让人无法直视。网络目前正常，国家紧急启动了1级避险，很多城市的地面建筑已经无法居住，人们纷纷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，抢险队紧急送水。他们穿着厚重的隔热服穿梭在城市之间的新闻铺天盖地。风停了，人们绝望地发现空气不再流动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。极热末世降临了，夜里虽然没有太阳，但地表温度依然高达50度，热气蒸腾，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喉咙，传递着绝望痛苦。我把大棚外的第2道大门推开，外面热浪扑面而来，我刚探出头就被烫得缩了回来。我赶紧关上了堡垒大门。上一世，我因为一只狗在家里没被赶出来前，根本不知道，原来末世第1天就这么热。第2天一早，阳光如利剑般刺破大地。我和我爸妈先是给牲畜喂了水和饲料，又来到奶牛棚。我一边看着饲养手册，一边学习挤牛奶的手法。不一会儿，居然还真让我挤出来了小半桶。我把牛奶放到制冷机上，开始降温。手册上写挤出来的牛奶要经过巴氏杀菌，但在这种天气下，稍微放一会就会变质。虽然是极热末世，但是有条件我们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。目前棚里的温度还算能忍受，看了下温度计，在强力冷风机的作用下，也可以维持在35度左右。我给爸妈各自倒了一杯冰牛奶解暑。堡垒里升腾起的凉气，以及冰块碰撞卑鄙的声音，和屋外仿佛在燃烧的空气形成鲜明对比。又过了几日，太阳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。这个时候，上一世的我已经被活活晒死在了外面。幸好一切都可以重来。这一世，吹着空调吃西瓜，父母在身边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比什么都强。陆小小，开门！我知道你还活着，给我水。砸门声响起，透过我的双层铁门，微弱且沙哑的声音传进养殖场里。通过门前监控，我看到月月狼狈的身影。此刻他正疯狂抓挠着大门，因为缺水，他的嘴唇干裂起皮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寒酸的不行。我朝门外喊：“这里面味道太大，不适合你，而且也没水了。”陆小小，少说废话，赶紧让我进去。我知道你那里有水，我已经听见制冰机的声音了。我笑出声：“你当初都不给我水，现在又凭什么觉得我会放你进来呢？你信不信我把这门砸了？”我直接甩手关上第2道门，不再理会月月的怒吼拍门。怪热的，我们养殖场隔音不错，他死命的拍门也没有实质性吵到我们，那就随他去吧，多拍2下才好，把水分都蒸发干。月月拍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外面骄阳似火，他一个严重脱水的人怎么可能长时间忍受呢？我摇摇头，地下避暑室的茶几上，半个冰镇西瓜正散发着诱人的凉气，旁边还有一瓶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可乐，瓶壁上挂满了水珠。吃瓜了，爸妈！我挖起中间最甜的一块，先吃为敬。臭丫头，不等我们自己先吃。我妈一掌拍在了我的头上。我们一家3口围坐在茶几边，有空调吹，有西瓜吃，心里美滋滋。日子这样过了4天，月月每天都来砸1-2次门，很快就又回去。室外气温已经达到60多度，仅仅1个星期，气温骤升20多度，神仙来了也得脱层皮再走。陆小小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我们不是最好的姐妹吗？其实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妹看，我好渴啊，你也不忍心看我渴死在外面吧？我穿着防晒衣，打开门，还没等月月高兴，一盆带着冰碴的洗澡水顺着她的脸泼了过去，滋啦一声，水泼在月月身上，甚至发出了一声类似煎肉的声音，然后迅速蒸发成白雾。啊，烫死我了！月月尖叫。虽然水是凉的，但在极度高温的皮肤上，这种温差刺激就像被烫了一样。陆小小，月月看着我身边全副武装，拿了2把镰刀的父母，吓闭嘴了。年轻人，忍你很久了。我爸本身就长得凶神恶煞，现在透过防护面罩阴沉着脸显得更可怕。月月浑身狼狈，身上的水渍混着泥土，像个叫花子。他看见我父母，气势弱下来。叔叔阿姨，我是小小的好闺蜜，我们有些误会，你们可不能像她一样任性把我拒之门外。我妈像看垃圾一样看她。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这里，你不给我女儿水，把她拒之门外的时候，我们在堡垒里看得一清二楚。说完，我妈把门一关，将月月挡在了门外。月月可能是因为我爸妈在的缘故，没敢再砸门，灰溜溜地回到了旁边的铁皮房里。生活很充实，我们一家每天早上都要喂牲畜，给他们冲凉降温，捡鸡蛋、鸭蛋。日子一晃又过了1个星期，气温也飙升到了70度。这1个星期，月月再也没来过，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已经晒成了干尸。这天，我穿上我爸带回来的那套银光闪闪的耐高温防护服，我爸甚至还拿出了带制冷功能的头盔让我戴上，我连忙推脱。才70多度，还没到要热死人的程度呢。不过，这防护服穿上可以说是神奇无比，身上居然一直保持着凉爽，推开门都感受不到一丝热浪，这可比市面上什么空调衣好穿太多了。我拗不过我爸的要求，还是戴上了头盔。虽然看起来真的很像个宇航员，但是脸确实也不烫了。全副武装之后，我和我爸走了几步路来到月月的门口，门是半虚掩的。奇怪的是，外面热浪滚滚，风沙漫天，吹进门里面的沙子却寥寥无几。我推门进去，一股令人作呕的馊味和热气扑面而来，发现月月了无生气地躺在凉席上，双眼紧闭，皮肤干瘪得像枯树皮，嘴唇已经裂开了大口子。上辈子将我晒死的罪魁祸首，这辈子也被同样的方式热死了。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我从月月已经僵硬的手中拿过了他的手机，和我爸退出了房门，回到堡垒中。我迅速钻回地下避暑室，脱下防护服，
大口喝了一瓶冰水。乖乖兴奋地跑过来蹭我的腿，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估计预产期就是这2天了。恰好上面有母羊下了小羊，奶水充足，我打算给乖乖挤一些备用，给她当月子餐。新鲜羊奶的营养价值可比那些各犬用羊奶粉高多了。我又把月月的手机充上电，想开机看看她死前有没有泄露堡垒信息。打开手机，我检查了她的朋友圈、好友群和聊天记录，她倒是发了很多诅咒我的话，但没有暴露堡垒的具体地址。我放下心来，外面烈日炎炎，大地被烤得寸草不生。我们平时除了卫生处，还会给院子洒水降温，门前还算湿润。时间很快过了1个月，气温已经突破80度大关，仅1个月，温度直逼炼狱。互联网还是可以用的，因为气温过高，很多地方都放弃了户外作业，柏油路融化的地方数不胜数，南方都没能幸免于难。我国各个地区都出现不同程度人外出寻找水源被晒伤、热晕、热死的现象。好在电力供应虽然紧张，但还能维持，人只要躲在地下或者阴凉处还能生存。政府紧急征集志愿者换个小区派发冰块和水，连续1个月，志愿者也被热进医院了好几批。高温仍然在持续着，但是那种要把人烤干的燥热居然在1个星期后毫无预兆的停了。正当要松口气的时候，人们却惊恐地发现更可怕的干旱来了。起初只是1个月没有下雨，热浪停止之后，外面的水源居然在1天之内全部蒸发。现在外面已经是一片荒漠，连一滴水都找不到了。连续多日的干旱，志愿者少了很多批，坚持了这么久的政府终于绷不住了，很多人开始暴乱，砸门，挨家挨户抢水，甚至有人入室抢劫不够，还将屋主杀死放血当作水源。国家开始乱起来了，极热末世来临，人性已经全面崩盘。即便政府紧急发布通知，已经在修建 S 级地下避难所，也没能平息人民的恐慌。末世降临的1个月，彻底乱了。我们一家窝在地下避暑室里，看着手机里的新闻，庆幸着自己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异域之地安稳生存。家里也迎来了4只新生命，乖乖生了，顺利产下了4只小小的阿拉斯加。她温顺地把新生的崽子往我们面前拱了拱，一双眼睛亮亮的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快看我生的孩子可不可爱。我赶紧给乖乖拿来了冰镇羊奶，又喂了些营养膏，4只小狗本能的找奶喝，看着可爱无比。又多了4张大嘴。我爸扶额道，阿拉斯加的食量惊人，但是我们给他囤的粮食足够他吃一辈子，即使再来4张嘴也不怕。外面的温度虽然不再升高，但依然维持在60度左右，且极度缺水，养殖堡垒的蓄水量也有些下降。我们每天的工作又多了一项检查水循环系统，还好深水井在地下，方便的领。这段时间肉牛生下了1头小牛，我们直接物尽其用，过了一段美滋滋的火锅生活，顺便给乖乖也加餐了。牛骨头还能省下来给乖乖当磨牙棒用，新鲜的牛肉和冷冻肉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更鲜美也更好吃。又过了2天，监控里出现的密密麻麻的人脸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爸，你看，我指着主操控屏，惊讶地看着堡垒门口挤着的一大堆人。怎么回事？我爸疑惑。我们一家迅速来到了堡垒1层，透过单向防晒玻璃，看到外面足足站着能有100来号人，每个人都衣衫褴褛，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，嘴唇干裂。最前头的是卖给我养殖场的大哥一家，他身边的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婴儿，婴儿已经哭不出声了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像小猫一样的哼哼。有人吗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！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村里乡亲渴死了大半，如果你们不救我们，我们就都活不下去了。我知道里面有人，好姑娘，好心人，看在当初我把这养殖场便宜卖给你的份上，就让我们进去躲躲太阳吧，给口水喝就行。我和我妈心中不忍，透过监控看着那个奄奄一息的婴儿，心像是被揪住了一样。我爸沉声道：末世之中，人心隔肚皮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狼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就别接纳他们了。我和我妈刚要点头，那婴儿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啼哭，随后又迅速微弱下去。外面的大哥夫妇和村民们齐刷刷跪了下来，在滚烫的地面上磕头，高呼救命。我实在不忍心，是探问爸，要不就接纳那个小婴儿也可以，100来号人我们肯定管不了，也不好管，但是多一张嘴喝水对我们来说不费劲的。我妈也点点头，那孩子看着太可怜了，再不喝水就要干死了。我爸恨铁不成钢，妇人之仁，这世道好人没好报。讨价还价之后，我爸还是妥协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拉开一层防盗门的小窗，一股热浪瞬间涌了进来。我朝着外面说：我们也没那么多水，抱歉大家，我不能收留你们，但是我可以收留这个婴儿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们愿意养他，给他一口水喝。大哥夫妇面上一喜，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连忙点头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们这么大了，少活几年也不打紧，主要是孩子，只要孩子能活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你让村民们站远点，只留你们一家站在前面，然后我开门把孩子抱进来。大哥跑远了2步，跟领头的村民交谈了几句，他们用晦暗不明的眼神瞟了堡垒一眼，有的还在吞咽口水，沉默着走远了很多。我放下心来，刚打开一个小缝要伸手去接婴儿，大哥原本和蔼的脸瞬间变得凶神恶煞，他并没有把孩子递给我，而是死命扣住我的胳膊，猛地把我拽了出来，还不等我尖叫，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刀抵住了我的脖子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爸妈惊呼，想要冲出来救我。干什么？开门让我们进去，否则你的女儿就等着和我们一起被晒成人干吧。大哥恶狠狠说道，
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，带着一股腥臭味。此刻我后悔万分，早知道就听我爸的了。末世之下哪有什么人性？我已经死了一次，还会因为一个婴儿犯这种低级错误？村民们也都围了上来，我爸妈没办法，看着刀刃已经割破了我的皮肤，只能打开大门，把这100-10来号人放了进来。直到最后一个人成功进入堡垒，大哥才带着我走了进来，但他并没有松开刀。一进堡垒，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村民们发出了贪婪的叹息声。大哥语气凶狠，快带我们去找水，还有吃的。我们一家交换了个眼神，不约而同地带着这帮人往仓库走去。村民们看着堆积的满满当当的仓库，尤其是那一箱箱还没拆封的矿泉水，眼睛都直了。水，全是水，我的娘嘞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！自从太阳发疯，俺还没见过这么凉快的地方里。他们找来几根绳子，把我们五花大绑起来，推搡着我们在前面带路，参观养殖堡垒。一层寥寥无几的几头牲畜让人很失望，虽然有肉，但他们现在更渴。但是当看到2层满满当当的鸡鸭以及已经冒尖的菜地，尤其是看到自动喷淋系统还在滋滋喷水时，他们恨不得扑上去喝那个喷淋水。除了地下避暑室，我们走遍了堡垒的每一处地方。虽然堡垒里的物资量也很巨大，至少我们一家3口靠着这些牲畜存活不是问题，但是对于这100来号村民还是不够的。他们浩浩荡荡地扑到仓库里抢夺分食物资，有人一口气灌了2瓶水，有人抓起压缩饼干就往嘴里塞，噎得直翻白眼又赶紧灌水。看来这些人是饿极了，也可疯了。我和我爸妈被丢在了一旁，由大哥一家专门看管。我看着怀中抱着婴儿的女人，那个婴儿此时正吸吮着一点沾了水的棉签，问道：你是一个母亲，用自己的孩子来博得同情，这么做不丧良心吗？良心？女人冷笑。良心能当水喝吗？能当饭吃吗？你们这么多物资，就算让我们进来能怎的？凭什么你们能过好日子，吹空调喝冰水，我们就要在外面喝尿吃土？这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你手里也有很多钱。明明极热末世前兆明显，明明政府早就呼吁大家囤水，怎么能把一切怪在我们头上？我据理力争，女人直接给了我一个嘴巴子，我双手被绑，一时之间失去了平衡，被抽到地上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这本来就是我老公的养殖场，现在只不过是把我老公的东西拿回来而已。这地底下的水井也是我们家的。我直接闭嘴，往我爸身后缩了缩。我爸倒是冷静，虽然你卖给了我们养殖场，但是养殖场已经被我们改造成了避暑堡垒，没有我们，你们很难快速了解到各处的情况。我建议我们不如和平共处，我们也会跟你们一起分享那些物资。村民们好像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一个模样猥琐、面颊消瘦、皮肤晒得像黑炭的男子嘲讽道：听不懂话咋的？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村的，地下的水也是我们村的龙脉，识相的话就好好带我们了解养殖堡垒的内部构造，尤其是那个地下室在哪，否则你们就等着被扔出去晒死吧。我说道：你们100多号人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想跑也跑不了，绑着我们也没有意义的，不如松开我们。有些机器需要我们亲自操作给你们看，特别是那个中央空调的制冷系统。村民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点头。我也不急，带他们来到一个又一个机器面前，给他们做演示。从2楼到1楼，越走越接近地下避暑室的入口，我和爸妈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手心直冒冷汗。最前面的是最后一个机器，自动饲料搅拌机，使用方法会有些复杂。我故意放慢语气，朝我爸妈比划了一个手势，然后迅速转身，一脚狠狠踏在离我最近的那个猥琐男子的脚背上，随即膝盖猛顶他的致命部位。啊，臭娘们！男子蜷缩在地上，痛苦无比，捂着裆部像虾米一样抽搐。我们趁机飞奔起来，朝着地下避暑室的隐蔽入口跑去。村民们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别让他们跑了，他们肯定留了后手，地下肯定还有好东西。几个壮汉3步2步跑过来想阻止，我和我爸已经跳了进去，即将关上厚重隔热门的一刹那，一只手卡在了门边，是那个大哥。避暑室的大门是特制的防爆门，又厚又沉，只听嘎嘣一声，是骨头断裂的声音。大哥是飞扑过来的，疼痛驱使他惨叫着叫人赶紧过来帮忙推门。电光石火之间，一直躲在暗处的乖乖矫健地跳到门边。他虽然刚生完孩子，但护主的本能让他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，张嘴一口狠狠咬在了大哥的手腕上。大哥惨叫得更大声了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只能缩回手。咣当一声，避暑室大门被彻底关上。我惊魂未定，迅速反锁。这连炸弹都不能爆破成功的大门，就是我们的底气。我爸一把搂住乖乖，检查他有没有受伤，表扬道：好狗，你可立大功了。乖乖摇着尾巴，嘴边还沾着血迹，眼睛睁得溜圆，歪头看着我们，似乎在求夸奖。可惜不能给他奖励羊奶了，羊还在上面。我失落道：告诉你们了吧，末世之下哪有好人？我爸一边给乖乖擦嘴，一边教育我们。我和我妈沉默了。这次危机都是因为我娘俩的圣母心导致的，要不是我们不忍心小婴儿受苦，又怎么会把村民们放进来？最残酷的时候，人吃人的时候，我们居然还相信人心。气氛陷入沉默，我俩都很自责。乖乖和我爸围在我们身边，我爸见状安慰：这也说明你娘俩有爱心，我们一家3口还是安全的，而且这地下的物资也够我们生活很久，不怕。我俩朝我爸保证，
再也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怜悯之心。由于地上堡垒已经被村民们占据，我们只能退居地下，同时也不能再往化粪池里直接排泄了。当初买的猫砂派上了用场，上面的那些物资，尤其是水，也就够100来号人挥霍1个多月的。物资耗尽，他们面临的也是死路一条。牲畜是没法要了，早晚会被村民吃掉。倒是整个堡垒的温控都在地下，如果我们切断地上的供电，顶上的气温至少会升高20度。本来堡垒现在靠着空调勉强维持在35度，一旦停电，这里就会瞬间变成一个60、70度的闷罐。地面噼里啪啦的砸门声渐渐停止，我打开了地上监控。这监控原本是为了监视牲畜的健康和情况用的，现在改成了监视村民。村民们几乎都是家庭制的，3、5个人围在一起。大哥成了这里的领头人物，虽然手断了，但余威还在，负责给村民们分配水和食物。折腾了一圈，他们都累了。大哥一家霸占了最凉快的饲料仓库，我那床铺在地上给月月做戏看的凉席被他们抢了去，其余村民各自找了其他阴凉的地方。他们喝饱了水，沉沉睡去。很快监控中就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。第二天一早，监控里大哥又派了村民过来砸门，一早上轮流的砸门声不绝于耳。我挠了挠头发，暗骂他们白痴，摸了摸乖乖柔顺的毛，幸亏当初对乖乖圣母心泛滥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，小狗才是这个世界最可爱的生物。我从冰柜里拿出一只帝王蟹，决定今晚开荤。帝王蟹太贵又占地方，我一共就囤了4只，这次劫后余生，吃一只不过分吧。我又在货架的火锅底料区找到了寿喜锅底料，今天就吃帝王蟹寿喜锅。由于我们地下有独立的发电机和蓄电池组，地上的断电并不影响地下。不过这种好日子不会持续太长时间，最迟今天下午，地上的余粮就会散尽。果然，时间来到下午，我们还在准备豪华寿喜锅，地面上的人已经感觉到热了。怎么变热了？空调坏了吗？大哥把村民们召集到一起发问，没人能回答他。他们搜寻遍了堡垒的1、2层，也没有找到供暖设备的开关。只看到那些巨大的冷风机停止了转动，肯定是他们把电闸拉了。这群杀千刀的！大哥咆哮，汗水顺着他断手的纱布往下流。可是愤怒有什么用？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为了御寒，哦不，为了避暑，他们只能脱光了衣服，往身上泼水降温。通过监控，我大致了解到，一共是20多户人家，每一家大概有5口人，他们是一个村子的，都很熟络。昨天没看清，今天通过监控我才发现，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买养殖场时的熟面孔，原来是买养殖场时泄露的消息。我看着他们有条不紊地在堡垒中生活下来，一些家庭负责去压水井打水，一些负责喂牛喂羊，一些负责清理粪便。不过做这些粗活的大多数是家庭里的女人和女娃，男人和男孩基本从白天闲到晚上，他们喝着抢来的啤酒，吃着花生米，唠唠嗑，打打牌。看来这个村子挺落后啊，重男轻女，外面气温高的吓人，堡垒里因为被我们断了电，温度也升得厉害。看着那些一边做农活一边热得瑟瑟发抖，满脸通红的女人，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丝毫同情。为了晚上凉快点，大家不得不挤在通风口附近睡觉，哪怕那里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拉下了总闸的一个分开关，那是控制地上压水井电动泵的开关。从明天起，他们想喝水就得靠手摇了，而且出水量会大大减少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又过了1个星期，食物和水越来越少，哪怕女人女孩只被允许喝牲畜喝剩的水，仓库里的储备还是挥霍得很快。终于，他们把手伸向了那些牲畜。第一天，他们杀了4头猪，女人们把猪肉切好，但没有火源，他们只能做成生腌或者风干肉，没有调料就用自热米饭里的调味包。他们一盆一盆端到男人们面前，哪怕他们已经饿得饥肠辘辘，哪怕猪肉还有剩余的，他们也只能等男人们吃完，才能去舔舐盆底的一点油腥。这4头猪，他们省着吃了2个星期。在这期间，因为断电和缺水，堡垒内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，高温加速了细菌滋生，加上他们随意排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。大哥第2次杀猪的时候，恰巧2户人家生病了，是严重的霍乱和热射病并发症，上吐下泻，高烧不退，传染性很强，哪怕是精壮的男人也倒在地上起不来。大哥眼珠子一转，轻咳了一声，将村民们召集起来。各位，现在温度这么高，这种病就是瘟疫，没药治，万一传染了其他人，我们100多个人就都要遭殃了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毕竟是一个村子的人，谁也不敢率先冒头。那2户人家倒是淡定不下来了，挣扎着爬起来。老张，你要卸磨杀驴，你别忘了当初是我们帮你抬的水。大哥打断道，脸上挂着伪善的悲悯。我也是为了大家好，你们现在病了，需要更多的水降温，还不能干活，大家觉得公平吗？老张说的对，水本来就不够。大哥的话把全村人绑在了生病的2户人家的对立面，有人率先赞同。对，现在活着都是问题，你们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我们的命就不是命，把他们关起来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对，自生自灭，扔进猪圈里。有了带头说话的人，村民们恨不得直接把这2家人扔出去。几个男人把这2家人围住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进了一个空置的猪栏里，再把猪栏上锁。看着他们狗咬狗，我在监控后冷笑。有了第1个，村民相残就永远不会结束。时间一晃过了1个月，这1个月里，包括母猪心下的4头小猪在内，都已经被他们吃光了。气温越来越高，生病的人也更多了，好多人身体有异样也不敢表现出来。
强撑着干活，因为一旦生病，等待他们的只有关朱兰。短短1个月，已经有50多个人被隔离起来。那些被隔离的人，在朱兰里每天只有一点点浑浊的泔水，甚至有时候连水都没有。在高达60、70度的闷热环境中，已经有好多人扛不住被活活热死渴死。尸体在高温下迅速腐烂，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，苍蝇漫天飞舞。猪圈里不时传出绝望的哀嚎和咒骂声。但在外面那些活着的人听来，却像是某种背景音乐，早已麻木。食物越来越少，现在仅剩下了牛和羊。又是1个星期，这次堡垒里的羊也已经被村民们吃没了。羊本来出肉量就少，堡垒里也没有几头，哪怕人少，吃得快也很正常。大哥把手伸向了肉牛，那可是他们最后的指望了，也是最重要的劳动力。杀牛当天，又有一家被送进了猪栏。开门的瞬间，猪栏里剩下的村民们暴动而出。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！衣不蔽体，浑身生疮，眼神里透着野兽般的光芒。生病的和没生病的扭打在了一起，更多的人扑向了大哥一家。他们对大哥的仇视已经到达了巅峰。凭什么你们一家吃香喝辣，我们就得在这里等死？老张，你不得好死！不知道谁在大哥的腹部狠狠捅了一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大哥带着不甘和难以置信倒了下去，手里的水瓶滚落在一旁。混战仍然在继续着，猪栏里的人吃不饱，体力也没有其他人好，但他们胜在不要命。他们居然朝其他人吐起了口水，甚至抓挠撕咬。俺就算死，也得把你们这些个天杀的带下去。今天不传染给你们，俺就不姓石。我叹了口气，关了监控。太血腥了，也太丑陋了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打开监控，先看了看猪栏里，除了原来的那些尸体，还多了大哥一家。那个当初用来博同情的小婴儿，就像破布一样被扔在地上，早已没了声息，身上爬满了苍蝇，真的很可怜，但也真的很讽刺。村民剩下了40多个。猪栏里活着的人被放了出来，不知道昨天他们是如何达成的共识。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吃牛肉。大哥死后，剩余的人们出奇的和谐，许是因为食物够多，他们也没再发生什么冲突。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麻木，大口咀嚼着带血的牛肉，仿佛那是世间最美味的珍馐。又是1个星期，因为人少，压水井的出水量越来越少，工作量巨大。仅剩的女人们终于分到了牛肉，毕竟他们现在算是主要劳动力，而且男人们也死得差不多了。监控里，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一边啃着骨头，一边流下了眼泪，不知道是因为终于吃到了肉，还是想起了死去的家人。我和爸妈坐在恒温的地下室里，吃着最后一只帝王蟹剩下的蟹腿肉，喝着冰镇酸梅汤，乖乖带着4只小狗在地毯上打滚。岁月静好，虽然地上还有40多个暴徒，虽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极热地狱，但只要我们守住这扇门，守住这个地下堡垒，我们就永远是安全的。那些人迟早会因为缺水、疾病或者再次内斗而死绝，而我们会带着这些物资，带着乖乖一家，一直活下去，直到末世结束，或者直到永远。那是我们躲进地下的第3个月。监控探头因为长期暴露在80度的高温下，终于有一个坏掉了，画面变成了一片雪花，剩下的几个画面也变得模糊不清。但这并不妨碍我看到地上的惨状。那40多个幸存的村民，在吃光了牛肉之后，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绝望。断水，压水井彻底枯竭了。原本依靠手摇还能勉强出一点浑浊泥水的井，现在无论他们怎么疯狂摇动，连一滴泥浆都带不上来。地下水位下降到了他们无法触及的深度，绝望的情绪在堡垒一层蔓延。起初，他们试图喝牛血，但牛已经被吃光了。后来，他们开始喝自己的尿液，但这只是饮鸩止渴，在极度脱水的情况下，只会死得更快。监控里，我看到那个曾经嘲讽过我的猥琐男，正趴在早已干涸的化粪池边，试图寻找一点点湿润的痕迹，最后像条死鱼一样抽搐着不再动弹。剩下的人不再有力气打架，也不再有力气咒骂，他们一个个像干尸一样躺在地上，张大着嘴巴。那个啃骨头流泪的女人是最后一个死的，她死前一直盯着地下避暑室的入口，手指在地上抓出了深深的血痕。她知道下面有水，有凉爽的空气，有活下去的希望，但那扇厚重的防爆门是她永远跨越不过去的天堑。确认所有人都没了动静后，我和老爸穿上隔热防护服，戴着防毒面具，去了一趟地上。我们将那些干尸拖到了离堡垒很远的一个山沟里，一把火烧了。在极热天气下，火势起得很快，瞬间将一切罪恶与贪婪化为灰烬。我们用消毒水将堡垒里里外外喷洒了3遍。虽然地上已经不能住人了，但我不希望那些肮脏的气息污染了我们的领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回到了地下，反锁大门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这是我们在清理铁皮房时，在月月那具已经干瘪如枯柴的尸体旁发现的手机。手机屏幕已经碎裂，电池鼓包，显然经历过高温的摧残，但在充电开机后，那个备忘录依然触目惊心地记录着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与恶毒。7月15日，热，好热！陆小小这个贱人，竟然真的把我关在外面。这铁皮房简直就是个烤箱，我感觉我的皮肤都要熟了。他肯定是在吓唬我，
等我服个软，她肯定会让我进去吹空调的，毕竟我是她最好的闺蜜啊。7月18日，水喝光了，我去敲门，他竟然泼我洗澡水，那个贱人，他手里拿的是冰可乐吗？那是冰可乐吧，我都快渴冒烟了，他竟然给狗洗澡。陆小小，等我进去了，我一定要把你赶出来，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，我要把你的狗杀了吃肉。7月25日，我动不了了，嘴唇裂开了，好疼，嗓子里像吞了炭火一样。那个死老太婆以前对我那么好，现在看我的眼神像看垃圾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想死，我那套别墅还没住过，我的限量版包包还没背过，如果有水就好了，哪怕是一口洗脚水也行。8月2日，我看见幻觉了，我看见陆小小打开门，端着一盆冰镇西瓜出来接我，好凉快啊！可是为什么她的脸在笑，眼神却那么冷？我想起来了，上辈子是不是也有这么热的一天？那时候我把她关在门外，她在外面拍门，哭着求我给口水喝。原来被关在门外的感觉是这样的啊！报应都是报应。我关掉手机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那具干尸，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叶远，你说的对，我对着尸体轻声说道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所以这辈子换我关门了。我把手机扔进焚烧炉，看着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，连同那段肮脏的记忆一起埋葬在这极热的末世里。极热末世持续了整整10年，这10年里，地球仿佛开启了自我进化模式，高温杀死了大部分人类，也灭绝了无数物种，但也筛选出了最顽强的生命。我们一家在地下避暑室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虽然储备物资很充足，但我们也学会了在地下种植耐热菌菇和饲养面包虫来补充蛋白质。乖乖在第5年的时候老死了，他走得很安详，就在我的脚边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我们把他埋在了地下室的一角，立了个小碑。他的4个孩子长得很大，成为了我们最好的保镖和陪伴。第10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漫长，按照日历，现在应该是7月最热的时候，但监控显示地表温度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波动，不是升高，而是降低。起初只是降了1-2度，我们以为是设备故障，但随后的1个月里，温度曲线像坐滑梯一样，从85度一路跌到了50度，大气环流变了。老爸盯着屏幕，眼睛亮得吓人，云层在聚集。8月15日，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，监控画面突然变得模糊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遮挡了。紧接着，收音设备里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鸣声，不是地震，不是爆炸，是雷声。我和老妈冲到主控台前，只见屏幕上那片死寂了10年的荒原正在被密集的雨点轰炸。下雨了，不是那种落地即蒸发的虚雨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汇聚成流的暴雨。那场雨下了整整3天3夜，气温计上的数字疯狂跳水，40度、30度、25度。第3天清晨，雨停了，老爸颤抖着手按下了那个尘封了10年的大门开启按钮，液压杆发出沉重的摩擦声，仿佛巨人的叹息。随着大门缓缓升起，一股久违的气息涌了进来，那是泥土的腥味，是水汽的湿润，是混合着一点点腐烂植物味道的大自然的气息。我们一家3口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欢呼雀跃地冲出去，我们只是互相搀扶着，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，像出生的婴儿一样试探着这个陌生的新世界。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洒下来，不再是那种要将人烤焦的毒辣白光，而是带着淡淡金色的温柔的光晕。荒原上原本干裂的土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，而在那泥泞之中，我看到了一抹刺眼的绿，那是一株不知名的野草，嫩绿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活了！老妈捂着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大毛、2毛、3毛和小4冲了出去，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广阔的天地，第一次踩在松软的泥土上，兴奋地在泥坑里打滚，溅起一身泥点。我伸出手接住了一滴从门檐上滴落的雨水，凉的，真的是凉的。远处天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，一道彩虹跨越了整个天际。广播里那个10年只有沙沙声的频道突然传来了微弱但清晰的人声。这里是 CN17号避难所，检测到大气环境恢复，重复，大气环境恢复，幸存者请注意。我回头看向爸妈，他们早已泪流满面，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。极热10年结束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